在日本工作过的小伙伴，特别是在咨询行业，我相信都曾经被要求写过一样东西，那就是議事録会议纪要。但是这件事情呢，对于不少小伙伴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平姨呢，在这里先要安抚大家一句，大家也不必太过于内耗，因为議事録它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哪怕对于日本人来说，它也是一件绝对高难度的事情。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哪怕是日本人，90%以上也都写不好。議事録有3大要求：第一，正确听写；第二，书面规范化；第三，立场忖度。特别是第3个立场忖度，很多日语非常流利的小伙伴也很容易踩坑。所以呢，我今天会通过一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在議事録里面，哪怕你意思表达完全正确，也有可能会毁了一家公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耐心听到最后。首先，关于議事録的第一个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正确听写。这是职场日语里面底线中的底线。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再具体展开了。一句话，听不懂就去练。我之前做过3期关于如何提高日语听力的系统课视频，大家呢可以趁此机会去回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議事録的第2大要求，书面化。顾名思义，就是呢，你要把会议上说话人口中非常随意的口头用语，转化成更正式的书面语。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的客户最近在业务上导入了一个新的流程，让工作人员的活儿变多了，所以工作人员都不乐意了。那你的客户呢，是这么跟你说的：仕事がまた増えたからスタッフは嫌がってる。你看这里的仕事が増えた什么什么から嫌がってる，这些词都是你平时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用的表达，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辦法把它们变成更像是出现在新闻报纸里一样的表达。就比如说業務負担の増加によりスタッフはネガティブに捉えている。怎么样？你细品一下，是不是一下子就高级了不少？那关于口语和书面语，我之前有一期专门讲解ワゴ和康語的视频，我觉得对今天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大家可以去回看学习一下。好，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来讲一下关于議事録的第3大要求，也是最登峰造极的一步，那就是立场忖度。我这里直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过去跟客户开会的时候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故事的背景呢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给客户提供了一套数据后台服务，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办法直接给他们开通账号，于是作为替代方案，我们就提出说，每个月呢由我方来下载数据，然后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客户。这个方案抛过去了以后呢，客户内部讨论了很久，再一次开会的时候对方的担当呢就面露难色的对着我们说了这么一句话：レポートに嘘があ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って社内に言われたんですよ。意思呢就是客户的内部担心我们会对报告数据弄虚作假。首先，这句話肯定是不能被原封不动的写进議事録里面的，因为它太过于口语化了。嘘どうしよう言われたんですよ，这些都是非常随意的口头用语。同时呢，它还充斥了担当者本身的吐槽埋怨的情绪。你就这么写进去的话，不但表达本身 low 到不行，而且还会破坏商务氛围。所以这句话作为議事録是绝对不合格的。但所幸的是我当时的部下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事后交给我的議事録里面，他是这么改写这句句子的：社内ではレポートの改ざんに関する懸念があった。你看，他完美的達到了我刚才所说的議事録的第2大要求，书面化。他把嘘改成了改ざん，把どうしようって言われたんですよ改成了社内では懸念があった。
用词相当简洁专业，这绝对是值得表扬的。但是呢，残念ながら我还是只能给他60分，虽然及格了，但是还是不够到位。因为他忽略了我所说的第3大要求，没有考虑到商务上的立场。議事録呢，它不单单是给会议出席者看的，很多未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甚至是高层领导，都有可能阅读。他们是不知道会议当时的气氛的，只能通过文字来脑补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改ざん这个词是篡改的意思，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财务造假数据欺骗甚至是謝罪会見这样负面的画面。另外，懸念这个词也是比较负面的，它表示顾虑、担忧。所以呢，这句话表达的是客户对我们的报告造假有所担忧。你看，意思错了吗？其实你也不能说错，但就是因为用词过度用力，让我们公司就在看这份会议纪要的人心里面就留下了一种潜意识的负面印象，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所以呢，我最后就让他把这句话改成了社内ではレポートの審議に関する確認があった，把原来的改ざん篡改和懸念担忧换成了審議真伪和確認确认。大家一起来细品一下这2个表达的微妙差距。改ざんの懸念，它是在定性，它的潜台词就是我觉得你要骗我。而審議の確認是在走流程，它的潜台词呢是我需要按照规定来核对一下。意思其实没有变，但前者呢把客户变得疑神疑鬼，而后者呢却把客户塑造得非常严谨客观，同时还暗中保护了我们自己的企业形象。这就是职场日语里面的高级技巧。很多人觉得忖度是职场潜规则，是个贬义词，但它在議事録里面却是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としての配慮。所以说高级的議事録是要在文字上搭桥，而不是拆桥。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它并不是一碗特效药，不是说你今天看了，明天你就会了。但是至少你以后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审查和修改你自己的議事録了，而不至于摸不着头脑。只要方向对了，那成功也就只是不断练习累积的时间问题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平怡，如果你想要认真的学好职场日语，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